我叫骆玉宁。小时候一场车祸导致右耳听力弱，舅舅一直把我带在身边。从小学到高中，舅舅担心我，总是会让班主任多关照我一些。我没被欺负过，可也没交到朋友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但是我不想再被当做一个瓷娃娃，被特殊对待。我拉着舅舅的男朋友一起帮我劝他，才让他打消了给我申请走读的念头。明明是数学系，3个室友高高大大，帅得各有千秋，即使放在艺术学院也都是很耀眼的存在。我个子不矮，有点偏瘦，站在他们之间像小孩误闯大人的世界。他们人很好，明里暗里照顾我，尤其是寝室长池野。我第一眼看到他就喜欢上了他，尤其是他那双亮晶晶的狗狗眼，盯着我的时候，我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开学没多久，我们就形影不离，体育课、公选还有社团报的都是一样的。他说我像一个精致的手办，要把我放在身边看好，不让别人破坏，可他有的行为又很直男。我猜不出他到底是不是和我有同样的想法。在想什么？快去洗漱，一会儿熄灯了。池野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手指在肩头上有节奏的轻点几下。我回过神来，接过他另一只手上的毛巾，走进洗漱间。你的被子我抱走了。池野在我身后喊着，学校规定真多，明明军训都结束了，还要求叠豆腐块。好，我低声应他，看着他把我床上的被子搬到他的床上。3天前的半夜，所有人都睡着了，我床尾的床板突然塌了，吓了所有人一跳。临床的池野更是第一时间爬起来查看我有没有伤到。我没受伤，可是床不能继续睡了。池野干脆把我拽到了他的床上。这么晚了，叫阿姨也没用，你先和我凑合一晚上吧。池野按着我的肩膀，让我躺在里面，他侧着身贴着护栏躺下，被子里我和他之间隔着一条空隙。那晚我失眠了。池野睡觉不老实，他的手脚每动一下，我的心跟着颤一下，直到天光微亮，我再也坚持不住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3天过去，床板一直没人来修，我也一直在池野的小床上凑合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我坚持不和他盖一个被子。熄了灯，没一会儿，身边就传来规律的呼吸声。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，心里开始数数，刚数到99，旁边的人手从被子里探出来，隔着我的被子在我身上一阵摸索，最后停留在腰间，手上用力把我抱进了怀里，腿也搭了上来，脸颊在我头发上蹭了蹭，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声。等他彻底不再动，我放缓呼吸，小心翼翼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，闭上眼睛，在他怀里沉沉睡过去。这几天都是这样，幸好另外2个室友都拉着帘。他抱得太顺手了，第一天我纠结了好久，还是没忍住问他，池野，你经常和朋友什么的一起睡吗？他瞪大眼睛捂着身子，别乱说，我可是纯洁的处男之身，2岁以后一直自己睡到现在。你可是这世界除了我爸妈以外唯一近距离欣赏过我睡颜的人。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尴尬的挠挠头，是不是我睡觉不老实影响你了？我拿起水杯灌了一大口水，压下心底的躁动，面不改色的骗他，没有，你睡觉的时候特别乖，8点有课。早上7点10分，池野把我叫醒。是的，不是闹钟，是池野。池野的作息健康又规律，熄灯就睡觉，从来不在床上玩手机。雷打不动，早上6点下楼跑步，然后带早餐回寝室。另外2个人没起，就带4人份的早餐，起了就只带我和他的。池野热衷于一手包办我的衣食住行，每天叫醒我之前会挑衣服给我搭配好，放在桌子上。我坐在凳子上换衣服，听着洗漱间里的水声，恍惚间感觉我和池野像是在一起生活很久了。我烦躁的抓了抓头发，池野应该也喜欢我吧，不然为什么他只对我这样？洗漱间里，我靠着墙刷牙，隔着一道帘子，池野就在里面冲澡。水声不断，池野心情颇好的哼着歌。我脑子里不受控制的开始幻想一些只有我和池野的场景。刷牙的动作越来越慢，脸上越来越烫。宁宁啊，你帮我看看我后背怎么了？池野突然拉开帘子，就那么赤条条的走了出来。
充满雄性荷尔蒙的身材在我面前展露无余。幻想照进现实，我直接原地爆炸。他在我面前背过身，我后面好痒，慌乱间我直接把嘴里的泡沫咽了下去。我捂住鼻子，看着他红了一大片的后背，瓮声瓮气开口：“你好像过敏了。”他抓了抓后背，留下3道红痕。我叔弟别开头，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，我换了和你同款的沐浴露来着。他转过身，弯下腰凑近，在我身上闻了闻，语气里带着失落。他头发上的水滴落在我衣服上，我紧紧贴在墙上，被他身上的水汽熏得晕乎乎的。捂什么鼻子？我身上也很香的。他皱着眉拉开我的手，然后他把我的手直接放在了他饱满的胸肌上。我人没了呀！我的手被他带着，缓缓往下。这腹肌硬不硬？哥这腰可是传说中的公狗腰。哥的胸肌还会动，你看着，我给你展示展示，再感受一下这肱二头肌。别说苹果了，你的头我都能夹爆。我缓缓站直身体，用力抽回手，面无表情看着摆出各种姿势的池野。有什么好显摆的？健身房里有的是。去上课的路上，我坐在池野特意买的电瓶车的后座，为自己喜欢上一个直男默默流泪。池野一无所觉。宁宁抱住我的腰，一会儿你被颠下去了。不用，我腿长，颠下去之前能站住。中午放学，我没胃口，暂时不想回寝室，来了图书馆，池野也跟来了。我刷英语4级的真题，他找了2本小说坐在我对面。我们坐在3楼的一个角落，这里只分散着放着3张桌子，人很少，阳光暖融融的。我放下笔活动着手指，抬眼间看到对面的人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，一本书垫在胳膊下，另一本书立在桌子上挡阳光。我用眼睛描绘着他优越的五官，视线最后落在他的嘴唇上。因着趴着的姿势，他的嘴变得肉嘟嘟的，唇色粉红，看上去就很好亲。骆玉宁，你够了！我逼着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回英语题上，阅读的文章像是乱码，一个单词也看不进脑子。池野悠悠转醒，脸上带着明显的红印子，愁牙咧嘴的揉着亚麻的胳膊。宁宁，你学完了吗？我点点头。其实后面我根本没学进去，拿着手机对他拍了个够，又刷了好一阵抖音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只要功夫深，钢钉我也给他折成区别针。走出图书馆，我叫住他：“你天天在图书馆睡觉，不如回寝室睡，床比桌子舒服多了。”他晃着脑袋，一脸高深：“你不懂，沐浴在知识的圣光下，睡得更香。”他拉起我的手：“快走吧，我都饿了。冯川他们说校外一家酸菜鱼特别好吃。”池野，等一下！有人在身后小跑着追出来，叫住他。是一个顶着金色羊毛卷的男生。你好，我是丁博涵，我选的也是篮球课，之前上课我们还一起打过球。抱歉，我没印象了，有事吗？男生的视线落在我和池野的手上，脸上的笑容淡了点。这是你男朋友？我又惊又无语。惊的是他的话，无语的是明明我也上了篮球课，还一直和池野站在一起。瞎说什么？这是我好兄弟。池野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，还用手揉乱了我的头发。男生眼睛一亮，那加个微信呗，有机会我们深入交流一下。池野搂着我就走。什么人啊，莫名其妙的，谁要和他深入交流？一直走到校门口，我迟疑着要不要试探池野的想法，就见马路对面停着一辆熟悉的跑车，前排2个人正在接吻，副驾驶西装革履的男人打开车门却被按住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过去，池野直接捂住我的眼睛，嘴里嘟嚷着：“怎么回事？今天这是捅了 gay 窝了？明明不许看，别被带坏了。”原来他知道刚才那个男生的意思。我拉下他的手，对面的跑车只留下一道红色的残影。我试探性的开口：“池野，反感吗？”我忐忑又期待的看着他。他蹙着眉：“大概吧，反正想象一下我都难受。臭烘烘硬邦邦的2个男人有什么好抱好亲的？”那一刻，我心潮的一下凉了，整个人如坠冰窖。我垂下头，不敢让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，有些艰难的开口：“我想起来，
导员之前给我发微信，让我去一趟他的办公室。你先去吃饭吧。拒绝池野的陪同请求，我快步走回学校。确定他没跟上来，我才放缓脚步，漫无目的的走着。导员哪给我发过微信？我只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池野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喜欢上的人不仅是直男，还恐同。我坐在台阶上，看着天空出神。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想什么呢？骆玉宁叫了你好几声都不答应。我仰起头，看到站在身后的王川，慢吞吞开口：副社长。怎么失魂落魄的？失恋了？一把小刀直戳心脏。我咽下一口老血，没有，哪来的练可师啊？那别愁眉苦脸的了，你不是还没学会轮滑吗？正好我有时间，让我这个副社长亲自教教你，一节课保证出图。我一直没看手机。王川轮滑玩得很好，教的也不错，我集中注意力不让自己摔倒，就没有时间去想池野。脚下逐渐加速，池野突然出现在轮滑室门口，一瞬间的走神，重心开始不稳，两只脚滑向两边，怎么也收不回来。眼看我就要滑轨在地上，池野大步上前，双手插在我腋下，把我举了起来。我扶着池野的胳膊坐在长凳上，他有些委屈的蹲在我面前。我给你发了好多信息，你都不回，我还以为你被人拐跑了，原来你是偷偷跑来玩轮滑。想玩叫我啊，我滑的不比社长他们差，而且人一多，他们根本顾不上你。这一句正好被赶过来的王十一听到。对不起啊，学弟，是我没看好你，摔到了吗？我摇摇头，我没事。池野哼了一声，要不是我换好鞋站起身，挡在池野面前。我们先回去了，副社长。回到寝室，冯浩和孙乐琪正在打游戏。孙乐琪抽空看了我一眼，今天下午有师傅来给你换了床板，你的东西都在池野床上。好，我洗漱出来，池野已经帮我铺好了床。这速度，估计这几天挤着睡不舒服，这一下他终于能好好睡觉了。晚上，室友拉着帘子小声打游戏，我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怎么都不舒服，感觉又冷又空。头顶传来响动，我赶紧闭上眼睛装睡。我搭在床边的手被轻轻戳了两下。宁宁，你睡着了吗？手背有些痒，我忍着没缩回手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做噩梦被吓醒，总感觉窗户那有动静，我有点怕，今晚能不能和你一起睡？我一时无言。寝室里安静了一瞬，孙乐琪夸张的咳嗽起来。嗨嗨嗨嗨咳咳咳咳，嗨嗨嗨嗨嗨嗨。这射手玩的太菜了，3炮1炮都没射中，嗨嗨嗨嗨可嗨嗨。呵，冯浩冷嗤一声，孙乐琪消停了。我让开位置，池野爬上床，侧身躺在外面，就像之前的每一晚一样。黑暗中，他凑了过来，滚烫的呼吸喷洒在我脸上。宁宁，我惹你不开心了吗？我整个身体贴在墙上，忍住躁意，磕磕巴巴开口：没有。他又追了过来，那我们明天一起去吃酸菜鱼好不好？我连声应好，推着他的肩膀，不让他继续挤过来。他顺着力道躺回去，我一口气还没松。他长臂一捞，我进了他的怀里，脸贴着他的胸口。池野在我脖子上猛吸一大口气，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宁宁身上好好闻，给我蹭蹭，我想和你有同样的味道。扑通扑通，心脏快速跳动的声音，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我的还是他的。池野这样，我真怕自己会忍不住对他做什么，或者直接告白，那样我和他连朋友都没得做。我本来打算和他保持一定距离，可是他根本不给我机会。第二天公选课，上课人数不到选课人数的1/3，半节课结束，又走了好几个。我和池野坐在最后一排。课间，把你的腿借我躺一下。说完，池野屁股往旁边挪了2个位置，倒下身，脑袋直接枕在我的腿上。我不自在的抬起左腿。你干嘛？快起来！他按住我的膝盖，拉着我的手盖在他的眼睛上。别动，我睡10分钟。昨天晚上的噩梦后劲太大，我心累的放弃挣扎。终于下课，池野手速极快的抽出我的包背在身上。我旁边坐着的女生调侃道：
两位帅哥，可以了呀，我这狗粮都吃1节课了。池野再次澄清，什么狗粮，我们这是纯纯兄弟情。我千疮百孔的心又漏了个洞。我拽下他肩膀上的书包，手撑在椅背上跳出去，池野拉都没拉住。池野同学，一道柔柔的声音叫住池野。我走出教室门时，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那人我见过，楚然，总出现在校园表白墙上，这届新生人气最高的女生，而池野是人气最高的男生。他们往那一站，周围还有人出手机拍照，简直就是青春偶像剧的男女主角，赏心悦目，很大。走到寝室楼拐角，这里没什么人走，我脱力般靠在墙上。好累啊！怎么没等我？池野捡起我掉地上的书包，拍了拍上面沾上的土。一想到我得克制自己和他保持距离，或者是要看着他和别人在一起，我都好难受。池野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破罐子破摔，冲池野勾勾手指。他很听话的凑了过来，我扒着他的肩膀，在他耳边轻声开口，我喜欢男人。池野愣在了原地，我松开手半晌，他脸上还是一片茫然。我没敢说出我喜欢他，怕他的反应我接受不了。我没再开口，等着他反应过来，等着他和我说点什么。手机铃声适时响起，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按下接通键。小宁，人在哪呢？我在你们寝室楼下，你舅舅让我接你回家吃饭。我挂断电话，把空间留给池野，绕过他正要走，他下意识拉住我的手，很快又放开。谁给你打的电话啊？一个朋友。那你要去找他吗？我点头，我晚上不回来住了。我拉开车门的时候，池野追了上来。明明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不是约好今晚整个寝室一起看球赛吗？我坐进车里，对不起，你们3个看吧。后视镜里再也看不到池野的身影，旁边的戴着墨镜的年轻人吹了一个长长的口哨。哟，咱们小宁这是刚刚伤了一个花季少男的心，他是伤心多还是恶心多我不知道，我是挺伤的。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你再说，小心我给小舅告状。我高中的时候，你总是带我偷跑去酒吧玩，小舅妈她不轻不重敲了一下我的脑门。败家孩子，你要是说了，咱俩都得跪墙角。还有，叫小舅，我乖乖闭嘴。那天晚上，池野给我发了很条微信，问我在哪，多少人在一起玩，安不安全，喝没喝酒，要不要他来接我。我告诉他我回了自己家，他才消停。从始至终，他都没有提我最在意的事情。我回到学校后，他乖乖睡在自己床上，对我的态度也变了，变得比以前更粘人了。除了睡觉，几乎成了我的连体婴，像以前一样拉手、搭肩，甚至特别自然的和我吃一份东西。我完全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。篮球课上，其他男生叫他过去打球，他不去，陪我练投篮，一趟一趟帮我捡球，乐此不疲。我拽着他的衣角进了更衣室，他一脸不解，怎么了？宁宁，我指着自己，我，男童，手指又指向他，你，孔童，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相处有些不正常吗？他轻咳了一声，眼神不自在的瞥向旁边，挺正常的呀。我那天仔细想了一下，虽然以前我不能接受2个男人，但是如果是宁宁的话，好像也可以理解。性取向如何是每个人的自由，我没有权利干涉指责你。我就是想和你做朋友，做一辈子的好兄弟。听着他嘴里的好兄弟，我恨不得直接告诉他我喜欢的人就是他，让他再也对着我说不出来这3个字。我苦口婆心，你现在这样我哪有机会找男朋友？他一捶掌心，好兄弟就要一起单身？我才不要！那我在你身边可以给你鉴别渣男，帮你把关，防止你上当受骗。现在的男生心眼多，玩得可花了，他真会劝人，把我和他全带着一起骂了。我语气严肃，迟也，可能在你眼里，我们之前的行为是正常的，但是从我的角度讲，过于亲密了。可亲密不就是关系好的体现吗？他垮起个小狗脸，小声嘟嚷，那我以后会注意的，他的话完全没有可信度，他的注意和没注意一样。学校里我躲不开，我躲到了校外，书店咖啡厅，我每天换着待。没办法，
面对他那张好欺负的脸，我真怕做出什么硬上弓之类的不可挽回的事情。我躲了他一周，他有点蔫，不过没再像之前一样消息轰炸，挺好的，他会慢慢习惯，我也能冷静的控制自己，把关系维持在朋友的层面。达到目的的同时，我又有些失落。周日是轮滑社社长的生日，借着这个机会，轮滑社搞了一次迎新团建。我从舅舅家去的酒吧，卡座里坐着不少人，王川招呼着我坐在他身边，池野在我后面道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女生，楚然，那天在教室里叫住他的女生。池野坐在了我旁边，楚然也跟着坐下。池野和我说了一句什么，可是他正好坐在我右边，我没听清，胸口有点闷，我端起桌子上的一杯酒，一口喝了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开始玩转瓶子游戏，瓶口转到谁，谁就抽出一张写着惩罚的纸条，做相应的惩罚。不知道转了几轮，瓶口慢慢停在池野面前，他抽了张纸条，上一个被惩罚的人大声念了出来，说出你喜欢的人的3个特点。池野想也不想，白，腿长，眼睛大，短发。在场的女生只有楚然一个人是短发，他顿时羞红了脸，周围人开始起哄。我又猛灌一杯酒，池野想拦，被我躲开了。下一个瓶口转到我，池野念着纸条上的字，现场有自己喜欢的人吗？我咬了咬嘴唇，一狠心，有。快，继续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人揪出来。有人兴奋地叫着。瓶口在桌子上飞速旋转，最后缓缓停下，瓶口再次指向我。我抽出一张纸条，依旧是池野念，和旁边的人隔着纸巾接吻1分钟，纸巾不可以破，不可以掉。两边都有人阿姨，究竟是选咱们的副社长还是新生人气王呢？快，机位已就绪。我看了池野一眼，楚然趴在他耳边说着什么，身子都快压在他身上了，他也没推开。我鼻子一酸，飞速扭过头，另一边的王川一副英勇就义的姿态，来吧，我甘愿献身，别说1分钟，10分钟都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想喝杯酒，手却摸了个空，池野面前空了3个杯子，整个人红得彻底，眼睛也湿漉漉的。我记得池野说过他酒精过敏，喝了会浑身痒。他砰的一下放下酒杯，拉着我站起身，看向轮滑社社长，学长生日快乐，我和宁宁明天还有个小组作业没交，先走了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拉着我左拐右拐，找到一部电梯，直接上了楼。电梯里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腕，衬衫的扣子扯开了2颗，露出来的皮肤都是红的。池野，你要带我去哪？我问他，他也不吭声，靠在电梯里喘粗气，眼睛都开始泛红。电梯停下，他扯着我往外走，最里面的一间房间，房门大开，推着我进了里面。他手劲不小，我差点摔在玄关。池野，你怎么随便进？他反手关上门，我家开的。我撑着胳膊靠在墙上，还没站起身，他跪坐在我面前。宁宁，你喜欢王川吗？带着脖颈的手从我脸上滑到脖梗处，他靠得越来越近。他没我高，没我帅，估计也没有我有钱，我们都是男生。宁宁，亲他不如亲我。下一秒，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的看着玻璃里的影子。池野，亲我了。蜻蜓点水的一下，他很快推开。我呆呆的看着他，嘴唇被轻轻揉捏。宁宁的嘴巴好软哦。他又低下头，这一次不是浅尝辄止，像是一头生气的小兽，疯狂掠夺我的氧气。我推去的手被他握着手腕按在墙上。我一定是喝多了在做梦，不然池野那个直男怎么会把我按在墙上亲？嘴唇传来的痛意，我忍不住嘶了一声。池野咬破我的嘴唇，不舍得退开。宁宁不专心。我也意识到这不是梦。我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，池野被踹坐在地上。池野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在亲宁宁。我吼他，我是男人。宁宁当然是男人，他吼得比我还大声。可是宁宁对我来说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我不想让宁宁身边有其他人，我想和宁宁永远在一起，只有我们。他的脸红上一层楼。其实那天你没在寝室住，我梦到你了，我有点跟不上他的脑回路，
顺着他的话问：什么梦？他嘿嘿一笑，少儿不宜的梦。你不觉得恶心？他疯狂摇头。明明香香软软的，我喝了酒，脑袋本来酒晕，现在被他闹腾的直发疼。我心一横，翻身骑坐在他的腰上。迟也，我不信，除非你用身体告诉我，你都梦到了什么？你像现在一样，在我上面一颗颗解开了我的扣子。我一言照做。他继续回忆，可在我手碰到他的腰带时，他抓住我的手，不让我再乱动。我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很久，仰起头逼回眼泪，从他身上下去。以后别开这种玩笑，你在这醒酒吧，我先回学校了。迟也紧紧抱住我的腰，我没开玩笑，语气焦急，还带着丝尴尬。我不会弄伤你。我卸下力气，倚进他的怀抱，笑了起来。心被揪起无数次，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归处。第二天早八，我和迟野晚上还是回了宿舍。一开门就看到冯浩把孙乐琪抱在桌子上，亲得难舍难分。听到开门声，孙乐琪扬起拳头打在冯浩下巴上。老子都说了不让亲，你非亲。冯浩揉了揉下巴，扯过外套套在孙乐琪脑袋上，夹着人就往外走。孙乐琪手脚并用的挣扎，冯浩一手就制住了他。我和迟野双双贴在门上，给两人让路。冯浩点头致谢，我们解决点家务事，今晚不回来了。放开我，狗东西，有本事和我打一架，老子不打的你哭爹喊娘我跟你姓。我和迟野齐齐点头。深夜4人寝，2人住，空了3张床。我有些好奇，你说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我完全没看出来。迟野摇头。回来的路上我还想着怎么和他们说能不尴尬，这下挺好，完全没有顾虑了。对了，过几天就是国庆，你想去哪玩？迟野摆弄着我的手指问道。我翻过身，伸手在我积郁好久的腹肌上摸呀摸，去哪玩都行，但是中秋你得和我先回趟家，我小舅想见见你。过了半晌，我以为他睡着了，他才开口，愁的不行，这么突然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我是不是应该重新订一套西装？我要带什么东西？你舅舅喜欢什么？还有舅舅的男朋友，他们会喜欢我吗？宁宁，你手别乱动了，你快给我出出主意。我去拿笔和纸记下来。他说着真的要起来下床去拿东西，我压住他不让他动，拍了拍他的胸脯。你放心，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，我舅舅最喜欢人傻钱多的，你可太符合了。我又上下其手了好一阵，心满意足。行了，快睡，中秋节还有好几天呢。他抓住我的手，悠悠开口，本来能睡着的，宁宁，你得负责。寝室的铁床偶尔发出吱呀声响，窗外的月亮羞得躲进了云层。